美国防长求见中国的防长，被我们严词拒绝了。他们这种立牌坊式的作秀，要给谁看呢？大家好，我是石涛。外交部最近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回应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五角大楼说中方拒绝了中美防长在新加坡会面的请求。那外交部就表示这个原因美方自己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问题是5月30号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记者提出的说这个五角大楼表示中方是正式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两国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面会面的这个请求。那么请问中国外交部有何回应呢？那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就回应说，现在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美方是心知肚明的，美方应当切实尊重我们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关切，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展现出诚意，为中美两军对话沟通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大家看这个话说的非常的硬气那么硬气自然有我们硬气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天实际上中美关系是似乎出现了一种触底反弹的迹象。那么我们的这个商务部长已经安排了与这个美国相关官员的会面，而我们新到任的这个驻美国大使呢，也刚刚去会见了咱们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似乎中美之间的这个恢复接触与对话又要破冰重启但是呢，我们却从这一次我们拒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会面的这个请求上看出，中美两军的关系似乎还没有这个破冰的迹象。其实这个原因非常简单。那么我们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到现在为止，那还是美国所谓制裁清单上的座上客。那么这个制裁可以说是非常的无理的当初是我们向俄罗斯购买相关武器，美国就跳出来对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正常军贸横加指责，并且对当时的总装备部长李尚福同志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制裁。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制裁竟然都还没有解除。所以咱们的网友在评价我们这一次硬气的拒绝背后就说了一句很调侃的话，叫做我们呢是为美国人着想，美国人可千万不要因为见中国的防长触犯自己的法律，回去被逮起来，那可怎么办？可见这句话就显出了美国现在这种既要见面又想要立牌坊的这种让人不齿的一种心态。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中美两军的关系作为两国关系中的压舱石，实际上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特别是在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2021年初的这个骚乱事件中，两军的正常沟通为两国避免刑事误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中国的步步紧逼，那么美军也出现了一些我们叫癫狂化的这种趋势。那么美军对中国以及中国军方的态度是越来越我们叫莫名其妙时不时的就把中国立为假想敌自己竖靶子自己来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美国国防部长求见中国国防部长，实际上他是想要协调中美两军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这种关系。那么这些问题包括了在俄乌冲突上的一个立场的协调，也包括了美国在印太地区或者叫太平洋西岸地区的一些动作、一些挑衅为了避免两军的误判。但是我们说，对话的前提一定是相互尊重。如果失去了这么一个前提，那么美国人的这种对话只能说是一种作秀。那么对内，美国人要宣传的是如果和中国谈好了，那意思就是中国有了让步；如果和中国谈崩了，那意思就是我们对华强硬。那么怎么来看，这个美国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政治筹码。而对中美两军关系来说，这种作秀式的谈话其实没有任何的作用。那么我觉得还是网友们看得很清楚那就是这一届美国政府里面到底还有没有说话算数的人，包括了美国军队里面到底是谁说了算。那么拜登政府在2024年还能不能继续干下去，现在跟他们谈
还有意义吗？那么这一些问题啊，实际上都是摆在两国两军面前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且这个答案就在美国人自己的心中。那么这个答案也需要美国自己去一步一步的证实给中国看。只有美国重新赢得了中国的信任，两军两国才有继续深入对话的可能性。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我们下期再见。